Hello， 网易娱乐封面故事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郭晓婷。你第一次看到方木镜这个角色的时候，对他的理解是怎么样的？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然后很有厚度的角色，因为他身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其实是有很多禁锢的，他也面临了之前一些事情，但是他好像从头到尾都是非常清醒，他的目标感极强，然后他的冷静让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人，非常的有魅力。而且我很少看到一个角色他身上有这么多理智与情感相互挣扎，然后揉在一起，在一个角色身上那么丰富的展现吧。他会有无数的面给观众，很新鲜，很有趣，很有魅力。这个人物身上最吸引你、最想让你去诠释的点是什么？我觉得现在说的那种我本位，听上去现在是一种流行语，但是放在当时的那个环境背景下，他那么活生生的给你展现，他也给你展现了一些他的挣扎和痛苦，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在泥潭里面还把背挺得特别直，然后我要狠狠的站得很漂亮这样一个女性形象。所以我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塞，我一定要演她，有这种感觉。对，在第一次看到剧本的时候，你最期待拍的是哪场戏？我最期待的其实是新婚之夜那场戏因为我觉得那场戏剧张力太强了。那场戏其实我从开拍之前一直到甚至演完这场戏，我都一直在想我当时的演法对不对。比如说我会觉得我到底要不要流泪，然后我流泪的点是在什么时候，这些我都一直在挺纠结的。因为我觉得不同的演法，不同的选择，它最后传递给观众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不希望在这些戏上让观众对这个角色会有一些情感上的偏差，我担心大家会觉得方木镜是一个太极端的利己主义，会觉得他自私。因为我还是希望观众能爱他，会心疼他，会觉得他有很多他本该得到但是他没有得到的东西。那这场戏大概是在你拍摄的什么阶段？应该是中期，大概那场戏我们拍完之后都有交流，甚至争执了有2个小时，就是大家在探讨方木镜最后要不要哭这件事情上。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他不该流眼泪，他这么骄傲一个人，他对菊花也没有心动，人家会觉得说你有期待你才会有自怜，但其实我觉得都不是。他会觉得我那么骄傲一个人，然后我怎么可能，就是我觉得是一件很荒谬的一个笑话。这其实跟火车上那个是一样的，也是憋了很长时间，以及他们前期一直在博弈然后他也说我也有很多选择啊，他一直试图把这段关系放在一个天平上，就是一直保持这个平衡。但是那一瞬间他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是就是一个笑话一般存在，所以就是现在这场戏的最终的呈现就是这个样子。那你自己会用什么词来形容他们这段感情？我觉得是清醒中沉沦吧。我觉得这是这2个人最好磕的点，因为我从小最喜欢的情感关系跟我的理想型就是《傲慢与偏见》里的达西先生，我会觉得超有魅力所以我觉得他们俩其实在城墙上的那段戏就很像《傲慢与偏见》里面那个表白的桥段，因为那场戏是我们俩的第一天的对手戏，所以当时演其实我还是有非常多不满意的。其实如果有一次机会，就是还挺想重拍这场戏的。你觉得有一点遗憾的地方是哪？我觉得那种来回的拉扯还不够，然后有点不是那么从容我觉得慌乱中可以更多从容一些他现在就还是过度紧绷。菊花对郭晓婷本人来说最吸引的点是什么？我觉得他非常的成熟。我看网上有一句话叫一个拧巴的人他必须要有一个赶不走的爱人，甚至我觉得他们最好磕的点是2个人拥有完全匹配的精神世界，就是可能他们很多话你身为外人你是听不懂的，你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是他们俩竟然互相之间完全能 get 到对方那个点。就像他们离婚那段戏，2个人来回一个系离婚信一个系毛衣，那几场戏虽然很短，但是我非常的喜欢。姐夫已读乱回，大家说对，
但是我觉得瞿华太知道方木镜在想什么了，然后他就给了一个很肯定的答案。方木镜一出场，其实当时是有很多人会觉得说他很冷淡，也有人评价说他才是真正的实用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你是怎么看的？他远离人群已经很久了，他为了他热爱的数学事业，他真的可以说是放弃了一切。而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太动容了，所以前期他出现就是第2、第3集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个人怎么会紧绷到那么不可理喻，甚至面对弟弟的时候，他眼神里都是如此的冷漠。因为其实在医院碰到弟弟，那是我进组之后的第一场戏，我当时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多表达一些对弟弟的关心，但我后来还是把他收住了。我觉得我还是挺希望观众在刚开始见到这个人的时候会觉得他是完全没有任何色彩的，他虽然没有什么凶狠的表达或者别的表达，但他其实是带刺的，他是让人生人勿近的，就是身上有一层罩子的。然后再到火车上的崩溃，然后或者说他离开那个病床之后他躲起来的那个哭泣，我觉得我希望观众是一步步像包粽子一样，就是一层层发现，哦，它里面还有这个，它里面还有这个。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确实是没有力气去伤春悲秋，或者说去照顾各种人的情绪。他其实很实际，你看他给弟弟留了100块钱，这在当时来说是巨款。他后期也会有很多就是暗搓搓的表达，但是所有的东西都不要干扰我的数学事业。我觉得他这种极致的目标感真的是非常的迷人。他对弟弟的这种冷漠或者距离感，是不是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其实有一点点害怕，或者他展示了更多的温情，就这些东西可能会反过来影响到他的那种坚定我觉得是，就是他已经习惯了这种情感表达，他已经不敢再去给出什么，或者说他也不渴望有什么回馈。他也害怕说自己会留下来吧，所以我觉得他把自己的那种触角全都剪掉了，就是决绝的留下钱离开。再聊回到火车上那一段就那一段其实观众觉得看得很爽，就是怼人那一段拍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拍的时候一样狼狈，因为首先当时天非常的热，然后火车上又是人挤人的，然后我最害怕的戏就是吵架的戏，因为我的嘴皮子就是有点笨笨的，我平时讲话也很慢，所以当你要快速输出的时候，其实我脑子是懵的，我真的觉得我要缺氧了。而且后面他必须要晕倒嘛，所以我就把自己一直喘到我其实已经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了。你发布的方木镜的日记在 EP3 里面有一句话是，他透过我看到谁并不重要，但我在意又一次被迫失衡了。那这个被迫失衡指的是什么？他从小有一个很优越的环境，他理应是那种天之娇女般的存在，那么耀眼，但是突然之间就是从云端上坠落下来，掉在泥坑里面。其实很多事情虽然剧本里没写，但是你能想象出他这么些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他是怎么一次次坦然的，然后被迫接受那些不公平，就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然后他进入婚姻的时候，其实刚开始他可能会觉得说那婚姻它可能是一种重新开始吧，但是又一次就是两个人是失衡的，就是作为一个替身，那他好像从刚开始就输了，但是他要怎么拿回这个主动权，所以我又很喜欢第2天他去医院的那些戏了。那个戏就感觉又站上来了，对，而且他很快他就想好我要怎么做。是的，我觉得这就是我为什么前一天晚上会流泪，我觉得他是需要有一个空间自己去释放那些眼泪，我也是等瞿华走之后才开始哭的。释放完了，我觉得他就是立刻紧绷，就觉得说我要重新开始战斗了。所以他们其实前面还是就是这个博弈是时时刻刻存在的，是不能输。那你自己是一个不能输的人吗？分事情吧，就是生活上我好像就是很淡然的，但是我是面对角色的时候，我会觉得不能输，就是我必须尽量吧，一部戏演得比一部戏好，不能愧对自己的这些就这么多年的一个付出跟我热爱的这个演艺事业。其实作为观众，我也是很希望说女孩子们可以学习方木镜的专注和想向上的心吧，这一点你是怎么看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全肯定啊！如果你找到了自己真正的热爱的事业，就是一定要一头扎进去。你只有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找到了自己真正的热爱，你才会整个人会发光发财，你才会把更好的能量传递给身边的人。在拍戏的过程中，你是会允许说这一段时间我都是这个角色，还是说我会立刻一收工就让自己抽离掉？
我更小一点的时候，我是全身心的，因为我选择的角色很多都是离我非常远，然后跟我毫无关系的。其实以前在演《怪你过分美丽》的时候，就我演林香那个角色，我真的是，那阵子是会情绪比较低落。不到抑郁，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太乐观的人，所以就还挺幸运，但是确实是整个人都会很丧很敏感。但是现在的话，就是进去跟跳脱出来的能力可能会更强了，然后也会更自在的自如的去进入角色和出来所以现在还好。那对你来说，什么是生活里的浪漫？生活里的浪漫，就我觉得是要有发现爱的眼睛我是一个很喜欢记录的人，就哪怕那种特琐碎可能没有太多意义的东西，我都会把它记录下来，文字啊照片有的时候你在跳回去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多记忆就是回来了，甚至有一些香气。有看到一些帖子，就说他们有因为喜欢你，然后去开始培养自己喜怒不形于色或者随遇而安的性格。那反过来，你有因为他们然后去培养一些自己的习惯或者细节什么的吗？当然有啊，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很害怕营业的人，其实也不是说害怕，是因为刚开始我会觉得，其实演员的本职工作就是演戏，演完戏我就真的是消失了。但是现在我发现，他们就是真的很想看你一些戏外的一些，就是除了 vlog， 他还会想看你各种各样的造型不同的风格还有那种各种短视频。所以我现在我也在努力的拍各种短视频，我最近营业的非常的勤，就是我很希望他们能看到我不同的样子，然后也想让他们看到我有为他们做出的改变吧。我是郭晓婷，我来发声。你可以一边害怕一边勇敢，积极的想办法，才会有办法。